那么说到这个天花板、一板还有一板板，那么下面呢提案的这位网友，在我心目中那真是个大板，好吧？那么有请就是我最喜欢的毛豆张大贝。我发现，我发现松弛感是可以遗传的。松弛感。现在很流行这个词儿，就是要讲说做人要有松弛感。哎，其实我松弛感还是蛮强的。我这松弛感主要是来自我爸我妈他们，就是我爸我妈就是一个松弛感非常强的人。我多松弛啊！就是尤其是他们在带孩子这方面，就是我从小我刚生下来，就是我妈就是喂我吃饭，她不知道小孩该喂多少东西，她也不问。我小时候是有那个海鲜过敏，也不是尤其对虾仁。虾仁过敏。她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发现她那个粥里面放完虾仁之后，我吃完之后嘴稍微有点肿，就是过敏症状不严重。但是尤其是嗜睡，特别困就睡着了。哦，然后发现我吃完虾仁之后睡着了，睡得特别安稳，整夜一点不闹。他就不管煮粥、下面条啥的，都给我放虾仁。哎呦我天！宝宝吃饭了我长大之后我都不知道我吃虾仁过敏，我已经脱敏了，就是。但我妈这个她其实属于文松，我爸属于武松，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带我做一个游戏。我刚刚能站起来的时候，我爸就特别喜欢让我站在他手上。武大如来是吧？有那种家长。就是由于我妈的饲养方式，导致我这个出肉率啊尤其的高。就是过年的时候，我爸在餐桌上给我爷展示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发现举我好像有点吃力了。哇塞！爸爸呀，已经变成大力水手一样了，这胳膊有这么粗。你的爸爸还要在你的爷爷面前说：“哎，看在吃火锅，给你看孙子啊，玩一下啊。”评委老师好，接下来带来我的表演。我儿子。没接住。他就给我爷展示这个，然后当时他就没挺住，我就一头摔在那个啤酒罐上了。哇，摔得好大，摔得这么大个包啊！真的就好像一个布袋地一样。布袋地，我姥爷看见我都惊了，说怎么孩子是给我开天眼了吗？这是，好大一个眼儿。我爷当时就跟我爸就也是批评了我爸嘛，不要，就是你把孩子们脑子摔坏了，将来考不了大学，我给你腿打断。后来我也是非常争气，考上了大连最好的这职业中专。后来我能走路了。我爸我妈带着我出去下楼玩，他们正好有个卖水果摊，他们就买水果。后来有那个水果摊的老板就和我爸吵起来了。那个水果摊的老板把他那个塑料袋拿起来，啪就给我就打了我爸一下。我爸就急眼了，他也没有趁手兵器，完了打你呀！我看着我爸看着我，我爸就给我抡起来，砰就一下。你爸不大劲儿啊！哇塞！你爸爸用你和一个板凳对抗，叮当叮叮当叮当。对方拿着板凳，他爸拿着他。对呀。哇！行，继续。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我是我爸的大砍刀。我爸硬打我。但其实我爸我妈其实他们这个松弛感也是源自我姥爷。我姥爷他当时把我爸介绍给我妈，是因为有一次我爸坐公交车下来，发现了一群老头在那看下棋，他在旁边看。其中一个老头给这个老头点步，然后这个老头就不听给他点步这个老头的，然后我爸就帮那个老头说话，那个老头就是我姥爷。哦，那老头就把带回家，把我妈介绍给他。然后我爸也是个不解风情，他就是第一次见面带我妈去大连最大的一个广场约会啊，约会一下。那个广场走一圈得有快3公里，他带着我妈走了2圈多。哇，马拉松啊！我妈就是当时穿着高跟鞋，他送了我妈一塑料袋纯牛奶，里面大约6、7袋，然后我妈拎着纯牛奶，跟着我爸走了能有6公里。我妈说我坚持不住了，我坐一会儿吧，咱们。然后他俩就坐在大连的路边，我爸问他饿不饿，我妈当时也没看上他，他就说不饿。然后我爸说我饿了，他就买了2个烤地瓜在那吃，吃完之后有点干，他把纯牛奶拿出来2袋自己喝了。然后我妈回家就跟我姥爷说，就是这个男的他精神有问题。
但是当时我爸的工作蛮不错的，我爸工作是个海船员。哦，对他后来也是船员啊。后来我爸他们出国上韩国，他问我妈有没有给他带点东西，但是我妈当时没看上他嘛，就是说就不用带了。然后回来之后，我爸又给他打电话说给你带了点东西。我妈一看，哎呦这个人开窍了，过去他俩见了个面，又约了个会。带来了什么？我爸给我妈带了从韩国带来就一整套韩国纯原装进口的螺丝刀。要修理修理你，上道具了已经是。哎，就这个东西，其实我妈没看上，但是我送到了我姥爷的心趴上了，就是送了。对。正中他的心趴了。我姥爷就是这个男的是个过日子人。后来他俩就好上了。是你爸跟你姥爷好上了是吧？哎，讲完了，哎，非常松弛啊，松弛。聊到家人，不得不说一下我的家里人了。对，我觉得讲过很多我们妈妈的故事啊。我们家里也是非常松弛，跟我妈妈有那种一些晚会嘛。本来应该让我妈妈跟我一起唱歌，但是我是真唱，我妈妈实在不行，她就只能假唱。你假唱你就可以真一点好吗？因为是假唱得真一点。结果我妈妈唱歌是那种，比如说夸起来，夸起来，我妈妈从外面出来哈，麦在这儿。夸起来，夸起来，大家都在。我说阿姨。换头麦，阿姨，直接换头麦，反正就非常松弛啊，好好笑。杨妮妈妈也松弛感，我是真的，我真是见识过。就是因为杨妮的妈妈要唱一首歌给我们唱，叫那个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就那个歌，最后一句，除了你我不能，还是除了你我不能。然后他们妈妈判断不了，一直问我们是除了还是除了，妈妈就是这么松弛，直接唱。除了你，我不能感到。除了你，我全场大爆笑，我太开心了。黄圣依有什么松弛感的时刻吗？黄圣依，他刚才就很松弛。别人在讲的时候，黄圣依是那个热水倒到那个杯子盖子里，然后还有茶叶，局长喝茶。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太清醒。所谓松弛感反而更好，就是我能感受到，其实黄圣依老师在什么时候他会不松弛，在什么时候他会松弛。比如说黄圣依老师如果是做的时候是这样的，他是松弛的，但是他不松弛，黄圣依老师经常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我感应到的啊，就是他经常会，这样的。而且你只撩左边，右边不管的。那右边的造型是这样的，怎么？因为他左脸好看。当右边已经撩起来就非常焦虑了，就整个已经不行了，要扎起来啊！两边都撩起来呀，白脸的抖耳朵。其实家长有点松弛感是挺好的，让小孩想长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对吧？不要有条条框框，我觉得反而是一件更好的事情，是吧？是的。小孩想成为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哎，好嘞，谢谢各位。是的，聊了这么久的松弛感，接下来让我们最有松弛感的黄圣依姐姐来提个案吧。终于到我了，黄圣依加油！我发现，鸡娃努积极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鸡娃的家长不少，身边都是。但是呢，我妈妈她却欺自己。她的生活习惯非常的健康，就每天有非常严格的学习计划。像她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她就会弹钢琴，然后会学英语。中午吃过午饭以后呢，她就会这个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书法和绘画的技能。哇，就是那种在公园里的那种，就是站在地上很大那种毛笔，是吧？那倒没有，我妈妈就是小的毛病。然后晚上她就会创作，但她的创作是写书，就是散文啊、小说啊，就开始创作。哇，好厉害啊！然后她这2年还出了2本书啊！哇！哎呦天哪！这是我妈的这个第1本的自传的，叫《岁月可当歌》。哦，里面有照片。这是我妈照片。啊，这是你。因为是她妈妈出的书，所以有她很正常。对不起，对不起。这是她的书画作品。哇，好厉害哦！太厉害了！哇，这个字写得很好，太棒了！妈妈70岁还能这样，非常不容易哦。是啊。所以大家肯定刚刚说完之后，大家都特别的惊讶，我有这样的一个妈妈。那
让我们惊讶一下啊！我妈妈只会打麻将。你的妈妈，哇！天哪，我终于领略到火星浮夸的舞台。我妈妈，你要有信念感啊，不要理我们啊。哇，黄圣依的妈妈叫黄金圣依，哇，好嘞。这一回事吗？关他妈妈什么事啊？莫名其妙，黄金圣衣，对不起啊。我妈最近有新爱好了，她就非常喜欢评价这个音乐作品。音乐作品啊，因为我妈爱唱歌，老薛啊、大张伟啊，你们都是唱歌的。凭什么我老一点？让我选老薛，在大张伟，小薛，没有了，开玩笑，熟了。后来我就把你们的这个音乐给我妈发过去了，你的演员和发了你的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而且是英文版的是吧 ？Little Rainbow Sunshine Horse。来，哇塞，这么长啊！哎呀，薛之谦的歌曲属于流行歌曲，喜欢他歌的人，一个是因为演员唱的歌跟剧情有关系。他是演员。等一下，妈妈对我会不会有点误会啊？他以为你演员，你可能那个发给他的音乐是演员。所以你的歌曲表现在用词的奇特怪异啊！我怀疑他妈妈不认得我，根本就。大张伟的歌呢是有节奏，就是阳光彩虹大白马是什么歌？好像拼错歌了，但歌曲中使用大量无意义的叠词，无意义的叠词。王妈妈，给我个台阶下。那个，阳光彩虹黄妈妈，滴滴答滴滴答。哎呦妈呀！而且你在问你妈妈说哪个是传统蝎，哪个是活泼蝎，你妈说你看不出来吗？对。大张伟的那个作品，那个糖我倒是经常买的。我原来认为的小孩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就是原地跑跑跳跳的广告歌，这能在歌坛留下印痕？反正在西海岸留下了很大的印痕。妈妈在弹钢琴、学英文、写毛笔的空闲，还听了咱俩的歌，真的是太有幸了哈！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啊！啊，谢谢。大家不妨也可以试试我妈这种教育方式，因为鸡娃不如鸡自己，她这种方式呢不会强求别人，但是呢就默默地影响着别人。我就觉得以前人说70嘛，因为我妈70多岁，70岁现在有的人都可以谈恋爱，对不对？有的人可以做总统，那我觉得我一定要跟紧我妈的脚步，赶紧。因为每个人这个时区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年轻时发光发热，有人到老了应该是容光焕发。但是不管怎么时候，只要自个儿愿意焕发自己，都是最灿烂的自己，好不好？得了，谢谢各位，好。我们让彩玲姐聊一个，我发现行不行？彩玲姐，你来提案一个。为数不多的女生，我发现坐月子是中国女性最伟大的发明。我今天聊一下这事儿啊，我先诊断一下现场各位月子都做怎么样？月子，这还能诊断？大张伟、薛之谦，明显做的不好，就是一看就虚。没有，他叫薛之谦，不是虚之谦，虚之谦。没有必要流口水吧？太虚了，太虚了，太虚了。杨迪一看月子做的就不错，就是他不虚。哎，谢谢。但是也没啥用。我今天跟你们讲讲为啥我聊坐月子这事儿啊？因为我当年坐月子差点没做成。
当时是这么回事儿，我生我女儿的时候是在伦敦生的，给我接生那个产婆是一个非洲裔的女子，孩子刚薅出来，我妈正准备用她那大棉被给我盖上了，我那个产婆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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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窗户全打开了。当时是秋天，寒风凛冽，产婆还一边打窗户一边就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哈哈哈！亲爱的，你做到了，我们一起拥抱泰晤士河的清风。好有情调。然后我妈这边跟我说，你告诉他，他再敢开这个窗户，我给扔泰晤士河里，我让他拥抱泰晤士河的王八。我妈这边关，产婆就开。我妈这边关，产婆就开。产婆对清风有执念，我妈对产婆有杀念。然后我妈最后以一己之力把那个窗户给锁上了。我妈认为这产婆是故意害我，因为她歧视黄皮肤。这产婆认为我妈态度恶劣，因为她歧视黑人。这时候我老公进来了，他一个白人男性。坐在他俩之间，他十分惶恐，因为如果现在有人报警说这个产房出现了种族歧视事件，警察进来逮捕的肯定是他。当时我就觉得跟外国人解释怎么坐月子有点太费劲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要不然就别做了。”我妈还拉着我手说：“你是不是傻？”我妈说：“当年我姥是这么跟她说的，我姥这辈子永远得做家务活，永远得做家务活，只有坐月子期间。”他可以休息几天，就是你坐月子期间，你可以说我不是说我不想做饭，是因为我不能沾水。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我姥可能从5、6岁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年老。我姥爷如果下去做农活，做完农活回来，他还有一个理所应当的休息。但当年女性的工作是不被量化的，所以她永远没有一个理所应当的休息。所以坐月子就是中国女性为自己谱写的劳动法，法定假日30天。我认为专家还应该给他再延长一些。是的，必须的，哎，是。说到了。我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变得很嚣张，因为我发现我老公是外国人，他不知道啥是坐月子，你就可以跟他编。哎，对。对，比如我当时爱吃大木瓜，但英国特别难买，我就跟他说，那个坐月子里说了，每天产妇必须吃1个大木瓜，要不然终身抑郁。然后我当时爱看《甄嬛传》，她老跟我抢电视，我说那个坐月子里写了，产妇1天必须看8集以上《甄嬛传》，是，要不然终身抑郁。我老公也怀疑过，他说那坐月子规矩不是古代的吗？那古代哪有《甄嬛传》呢？你说啥呢？我说甄嬛是不是古代的？甄嬛坐月子的时候她就没看《甄嬛传》，你知道甄嬛咋的了不？她把老公杀了。哎呦，哇塞！明白了，我要代表月子消灭你。我老公当时一身冷汗，当时把遥控器还我了。所以我说了这么多，真正想说的就是坐月子这个事儿，我认为是女性延续下来的保护女性的一个福利。你要是觉得哪些东西，比如不科学，什么不刷牙之类的，你不喜欢，你可以给它删掉。反正这玩意儿它就是一个就是自定义模板，最终解释权在产妇手里。反正咱就保住这30天的假期，这样咱们这些谱写坐月子规矩的这些女老祖宗们在天上也是得以瞑目了。这何尝不是一场经历了数千年的 Girls Help Girls 呢 ？Girls Help Girls， 有 power， 耶！好，我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女性智慧。这次听说要聊这个话题，因为我确实没生过孩子，也没坐过月子。哇，你特地去做了一下。我就问了我妹妹，我妹妹2个孩子，然后那个时候剖腹产伤口要恢复的时候，就要在病床上躺着嘛，就会给她那个止痛泵，不然那个伤口会疼。疼。我妈妈就说没事，那个花了几千块钱弄的，到时候它那会自动流出来就会止疼，你就不用担心。我妹妹整个恢复期间就特别疼。他说：“天哪，安了这个止痛泵还这么疼，如果没有安的人，那该多疼啊！”后来才发现那个得自己按，一直没有开关的。我们家花了几千块钱，我妹妹一下都没按，整个坐月子就靠自己扛下来的，用意念觉得自己这儿就跟你买了个彩电一直不插电一样，买了半堵墙而已，是不是啊？
我想起一个我那个止痛泵的事儿啊，你也止痛棒了啊！当时我就不是我老公在国外嘛，我爸来陪我来了。那个止痛泵是这样，摁一下你就麻一下，这是一剂麻药，你知道吗？对。然后我爸就给医生找来，说我女儿这到现在老是意识不清醒，这孩子咋不醒呢？然后医生说。你那个折叠床的遥控器呀、你一直摁的是他止痛泵，他没事想把这床给摁起来，我爸就啧一顿摁。啊！天哪！然后基本每次给我10泵，一天上100泵，我说我咋不行了？你好惨呐！把我妹妹的量都打你那儿了。我们这还有一个父亲哈哈曹，对不对？我反正坐月子的时候，很多那种商家会跑到那个月子中心去给你推销那种。一开始说有5张免费的满月照，我说那不要钱，你过来拍一下。他一来给你拍了100多张，然后让你选5张免费的。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是很难说你就选5张的，剩下100张要钱。对，每张还挺贵的，他都把它导到一个那种像 MV 一样的东西里面。我女儿的照片在里面一张一张放，然后她配那种非常感人的那种小孩子讲话的声音，爸爸妈妈带我回家。我说那带你回家还行。哎呦我的天哪！都买了，买100张，买吧，买了3年的套餐。盛一姐呢，坐月子期间怎么样？挺痛苦的啊，挺痛苦。对，因为每天早上起来能听见钢琴的声音，听见一些法语的朗诵啊。没有。就我坐月子，因为小孩很小嘛，就是刚刚出生，所以我经常会睡醒了，然后看看孩子，要拿手会，就是看看有没有呼吸。哦，你很担心是吗？对，很多就是都会这样。对，就坐月子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顾忌啊，还有什么？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自己身体很快的恢复，对不对？心情也要调整愉悦。对，女性真的是很伟大，尤其是当妈妈的女性啊。帮妈妈们鼓掌啊！是的。很棒的天，那很心疼，因为其实任何人想要休息都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对，只有加班的时候才需要理由，劳作需要理由，所以休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任何理由，尤其是我们的女生想要休息，咱们就休息，好不好？休息。不一定要坐月子的休息。站长了，休息去吧。这会儿想走的观众，别走，赶紧走，赶紧休息。哇，跟海浪一样，哇，打地鼠啊，来，好嘞。您当心，让我来。您先吃块德芙，坐等享福吧。新年有德福，一块传福气，福气相传，年年得福。不论赛场，不问对手，真正实力，时间为证。南孚聚能环4代全面升级，各类电器通通搞定，冠军之星，能量不息。哈哈曹要来了，是不是？哈哈曹，哎，给我们再来一个提案，来。大家好，我是哈哈曹。我发现这个东西掉到地上，几秒钟之内能沾到灰是 DNA 决定的。这跟家里面的人有关。我也听过5秒跟9秒的版本，还有2年的。原来2年就别吃了。那个质保期有点长了。我原来怎么发现的嘞？就是我跟我外婆有一次在我们乡下的那种田边上吃鸡蛋，吃着扑通，它的鸡蛋就掉田里面去了。然后他就从那个田里面砸出来那个洞里面把那个鸡蛋捞出来。他跟我说3秒不点灰，可以吃，你来掐。你来吃啊？你来掐，你来掐。对，他要我来掐，真的，我是第一次吃正宗土鸡蛋的是我。掉下去出来已经是皮蛋了。然后我后面发现我舅爷家里面条件更差一点，他们那边说法就是9秒不点灰掉地上。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些地方地上可能都没有灰？因为我觉得有这种勤俭的习惯的人，肯定是过苦日子的。哎，那是啊，我外婆就过过苦日子，他们那个时候有3年是没饭吃的，他就只能找一些没那么能吃的东西。我外婆跟我说，她吃过蓖麻籽。蓖麻籽榨那个蓖麻油的。对，那个东西有剧毒嘛。奶奶跟李时珍似的，尝百草啊。然后你把它炒熟以后，就没那么毒了。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你吃一天晕一天，和那个旁边吃虾仁一样的。跟那个止痛泵是一个道理，就是来一泵。
我外婆后面跟我说，她挺感激平时吃蓖麻子的，因为她觉得别人当年都饿了3年，她就饿了1年半的样子。他吃1天晕1天。我外婆还有一点就是，接下来是个植入。你外婆在当年植入的吗？还是你外婆那时候就有植入了？就老人家很节省，测血压的那个仪器里面的那个电池，她有时候会拿出来摇一摇。哦，这个我知道，是什么品牌的电池？当时我知道她用的肯定就不是南孚牌的电池。哦，我当时拉住我外婆，我说外婆，这也不是南孚电池啊。玩具车用完还能接着用，经久耐用才是真的省钱更省心。南孚电池，电池界的耐力担当，31年销量领先的大品牌，你买1盒都够家里用好几年了，以后可千万别再擦一擦、摇一摇了，外婆。好棒，这个太棒了。后面慢慢家里面条件真的好一点了，我就没有那么爱惜粮食了。我那吃鸡蛋，我有时候我不是很喜欢吃蛋白，我小时候。我就会吃完鸡蛋以后把那个蛋白我就丢垃圾桶里面。有一次被我舅舅发现了，当时好生气，他揪着我的耳朵，领着我去那个垃圾桶那里。我那时候都高1了，有自尊心了。他说你不要吃了。高1才有自尊心啊？这个点实在是上学早。我说我也是个男子汉了，我不吃了。他很生气的打了我一嘴巴，问你吃不吃？哇！我当时是高1了，有自尊心了。含着泪把鸡蛋吃了，然后我觉得勤俭节约的这种习惯真的一直留下来了。我现在还特别有很多省钱的方法。哎，好，我们最近长沙开了一家那种大型的商超，可以进去试吃的那种地方。我跟我老婆平时就进去试吃一下。哎，我们发现除了试吃啊，还有别的东西也可以试的。那个地方的洗发水也可以试。怎么试啊？我戴了帽子。我告诉你，我当时真的是试过那种300块钱的洗发水，我想知道它跟普通的50、60的、20、30区别了。对，我就挤了2磅，然后插到这个头发里面，我又给它戴住。干洗啊，你这个！哇，大家赶上出门下雨，直接开始洗澡。又走了2步，我看见正好还有那种人参护发素，也是有试用装的。哎呀，不差这点了，2、300，我说反正一脑壳的了，我搞这个人参又搞到脑壳里面。有点贪多了，走着去结账的时候，那个鬓角开始流白沫了。有一副耳机在这里，我只能借他们那个商场的厕所把它洗干净，又跑到他们商场，他们还有那个免费的吹风机可以试用。当时我觉得我应该能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真的。然后反正特别省钱嘛，然后逛那个 FUN， 就一进去那个店员就跟我说：“欢迎来到 FUN。”欢迎来到 FUN， 我当时说这就念放吧，他说FUN， 拿劲儿，他这个很拽的，很欠的那种啊，感觉他有那么一点点不尊重我，然后我意识到可能潮牌店有潮牌的规矩，把那个单词给拆开念，才是潮的感觉。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啊，行吧，那你给我来一件 DACHE 的衣服好了。他说什么？我说打折的。我觉得真的，虽然就是我们这个 DNA 啊，决定我们这一家人过日子都过得很节省，我自己也觉得节省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我觉得你偶尔还是要花点钱爱自己，给你爱的人花点钱，好吧？谢谢大家，我是哈德。他这种去买东西的时候，那种遇到这种店员的这种情况我也有，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次。我平时出去买东西嘛，我自己喜欢买平时生活中的眼镜，低调中又感觉大家又这个人没那么奇怪，但是一定要丑，丑是必须的，丑，只要一家店有丑的，我就特别开心。哇，对吧？然后有一次我就去逛眼镜店，我逛看，哎呦，哇塞，这家可丑啊！爆丑！就怎么有这么丑的眼镜？我好喜欢啊！就平时生活中我就喜欢买这种丑的。我试眼镜的时候是有个什么习惯？比如说你是一个营业员对吧？那他这样看着我的时候嘛，因为我穿的又很邋遢，我就尽量挑这个人的反面，就不让他看到我是谁。我试眼镜我就过来，试完以后帽子口罩戴好，然后看一眼，丑。那个人就看我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个人好猥琐。他说啊，先生，那个这里是稍微贵一点的，便宜的在那边。啊。那个歧视了嘛，对不对？对，我也不理他，我接着逛，我就很开心，看到丑的我就很开心，然后每次都是有点猥琐的这样反过来去试这个眼镜，看我丑。我一旦喜欢的眼镜，我拿在手上以后，我就不放下的。你拿一堆呀？对，然后你听我挑着，这个服务员就近身了，他一直在看我手上的眼镜，他以为你是小偷，他以为我偷
要。啊，抓贼！我走到哪里他就这样盯着我。然后那天就决定不我到哪里偷了。是他就这样盯着我，他还跟我讲一句什么话？他说：“先生，你看衣服就放下，你看衣服拿衣服嘛。”啊，就他有点不礼貌了，我就有点不爽，然后我就把这一把眼镜丢在他手里，我说：“你拿着，你帮我拿着。”啊，我就拿着，他也不知道要干嘛，他就拿着。啊，他就准备往回要去放了。啊，我说：“等一下。”我说：“我全要了。”先生，你确定吗？这6副这么丑的你都要？好多年卖不出去了，还终于找着人了。哎，杨迪其实特别的抠哈。我这个人真的就是绝对不浪费食物。哦，有的朋友可能是那个食物里面有小虫子啊什么的，那个就不要了。哇，你先吃虫子？我必吃啊，不是，当然不是。没虫我都不吃。苍蝇小馆儿，先吃苍蝇就饱了，哎，不用吃馆子的。这个没虫子换一个。因为我觉得虫没什么。我记得我高中那会儿上晚自习，有个蛾子就飞到我们老师嘴里去的。这我见过。我们老师这样，同学们你看一下飞的，然后有些同学就是那种好事之徒嘛。老师，什么味道呀？老师非常淡定，怎么啦？野味儿。很野的，还是蛮野的。我就觉得吃虫子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平时有的时候比如点的汤什么，如果里面有一个小虫子，弄得出去就弄，弄不出去我就。我真的不开玩笑，我觉得没事儿。对。我的习惯不建议大家参考，但是如果有跟我一样的人 ，give me 5。反正聊了这么多，我觉得相比奢侈，其实抠门作为一种行为习惯和乐趣呢，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想抠就可以抠，没关系，根据你自己的个人习惯来操作就行。还有一位是不是？对，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漫才兄弟徐浩伦。我发现。很多年少时候的梦想都被标上了价格。哇，青春疼痛了。哎呀，这句话还不错。因为我小时候那些朋友嘛，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梦想，什么科学家、当医生。对。其实后面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的，后面我好像换了个想法，我想当那种帅哥。哪种帅哥呀？帅到我这样可以了吗？但是我那种跟你风格不太一样，我就喜欢 XO。喜欢 XO 啊，就那个喝的，没有，不是那个，不是 EXO，一不发音。专业歌迷，知道这个啊，还我就特别喜欢他们，我就特别想做一次那种男团的感觉。对，我就特别想，但是我不一样，我是曲艺世家，我爷爷是教我打快板的，我就特别反感，我从小就不喜欢搞这些事情，我就说我要当帅哥，就一直有这种叛逆的心态了，然后一直到了。哦，好，一直到了那个初中以后，对，你刚刚网是断了吗？这个，我还以为你看见苍蝇了呢，这边看看吧。啊，一直到了初中以后，我姐姐跟我说，有个经纪公司就是在长沙这边选人，因为我姐姐特别喜欢鹿晗，她说他们就是这么被选过去的，你去尝试一下。长沙练习生吗？长沙还练什么习啊？那就出去上个私教课而已啊！上课的又是他爷爷，对，爷爷说打了个档啊！我就想去尝试一下，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他要50万啊，那么贵！因为我当时对金钱没有概念，不知道50万有多少钱，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觉得我要为我的以后人生做个打算。我那时候才初中哦。哎，那可以，有理想。我爸就说可以支持你，你说什么事情？我说想去当练习生，我爸都不知道什么是练习生，他以为跟服务生是一样的。他说行，爸爸永远支持你，加油，好好搞。但是我说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可能要钱，我就跟他说嘛，50万，我爸就说好的钱，50万，你把我杀了了。是啊，我小时候要是问我爸要50万，我应该活不过当晚了。爸爸，他拿出快板说没有，咱没有，没有个没，咱家没有50万，当了个砰，然后结束了啊。然后一直到了后面，我就开始搞喜剧了。搞喜剧不要钱是吧？对，因为我爷爷还是可以教我一些东西嘛。到后面我其实基本上没有这个梦想了。直到前2年，又有一次找我是《燃烧吧少年》那个节目，就是肖战他们那个 X9少年团那个。对，那次就是邀请人去选角叫海搜吧，那个阶段导演跟我见面，跟我在一个咖啡店里面，就是旁边都是人。他说：“哎，你不是有快板吗？”
你要不打个快板？那咖啡店呢？别跟他喝咖啡哦。他就直接说，你要是在这里都放不开的话，你在台上怎么放得开？哎，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就硬着头皮搞了。不是你当时怎么演的呀？在咖啡馆？想听他打打看啊！真的炸了吗？我就是那个面试官，我在喝咖啡，来打个快板。用快板打一首本土的《月亮粑粑》。月亮粑粑，兜里坐个嗲嗲，嗲嗲去来买菜，兜里坐个奶奶，奶奶去来绣花，绣到自拔，自拔地了，好，可以了，可以了。喂，你面试的不用这么激动嘛？把我喝咖啡的节奏都打坏了。神经病，神经病，确实不适合在咖啡厅打。后面前2年有个那个节目叫做《明日之子》。哦。你还去过《明日之子》？也是死在了海搜这一趴。那天面试在哪儿面的？是一个面馆。不是，来，又来。我跟你说，杨迪太逗了，杨迪这出生都是这样的吧？杨迪来了，嘿，你出来妈妈，你这个就是。我也不想去了，我姐姐说你去一下，我就行。她说你带个乐器，我说我没有乐器，那你把快板拿着，我就拿着快板，就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一到现场，发现很多人都是拿着吉他、钢琴，拿钢琴，你拿给我看看，拿着钢琴，拿着钢琴那个人叫白举纲，我就完全无所谓了，我就打完快板我就走，然后到后面也没有什么消息。前2天我们录那个节目，看到那个时代少年团，我真的就是我当时本来没有那个梦想了，就是看到他们录节目，梦想又燃起来了，就是有点激动。哇，你不用激动，你身高够不到，这是没办法的，真的。大家看我肯定都是参加那个中国达人秀嘛。其实我最早参加的是挑战主持人啊。我感觉挑战主持人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那一年那个挑战主持人他有个主题叫做谁将主持央视综艺。我觉得综艺比较适合我，我就可以去试一下。你没听见央视2个字吗？你敢？我忽略了，我就看到综艺，我觉得综艺很适合我，当时就去参加那个海选。哦，他到海选了，没有过了海搜是吧？哦，你还过了。因为央视，大家很多人看到央视就退去了，只有我这种不要脸的人就敢往前冲，就直接到了海选。进去之前有很多那种媒体在外面拍，看到我这种人都来了，哇，这个人。绝对是搞笑的那种，咔拍我，他都给我拍自信了。哇塞！我觉得他这个记者一直拍着我，我肯定待会儿要好好表现。我就走进去跟评委见面了。我刚说一句话，进去第一句，评委老师好。进去撒了个娇是吧？评委哪啊？哇，这个普通话出去。但是我当时因为想到那个媒体还在拍我，我还嘴硬，我说我的普通话虽然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也能主持综艺节目，因为我看。吴宗宪先生在央视4台有一个《中华情》，哎，我也主持过《中华情》，我就觉得人家也可以啊，他普通话对我们来说也没有那么好嘛，相对来说。那是。然后那个评委说，人家是台湾地区的，我是四川地区的，自信。然后当时评委老师就说出去，但是我一想到那个媒体的朋友在拍摄我不能走。那个评委老师，我可以出去，但是我还要带来一个才艺，我才艺演完我再走。来吧，才艺吧。还让你演我？为什么会打雷下雨？为什么？宝啊！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演海尔兄弟，哇，好心酸。你好有信念感哦。这就是我参加挑战主持人的经历。只要有这个信念感，绝对可以。但是我当时可能没想通，我后面想了，其实。还要尝试。对，那如果比如说我唱情歌的话，你可以打快板吗？帮我配的话。打起来就是丑八怪那个怪。我就唱一个纯情歌的，然后你去帮我打，好不好？好，话筒大一点啊。来吧，挑战了啊。像风一样。再来一遍，对不起。还是丑八怪吧。你要不要直接站在这个上面打呢？啊，你打上面打，不行就下台阶，好不好？来，没事，有台阶下，没事。好，我在你后面吧。可以救场。3、2、1，走。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这个继续，可以，挺好，还可以，是。下次的演唱会希望看到这首歌的演绎，好吧？大老师的歌很适合啊。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哎，这个可以合唱的，这肯定是能合上的。对，咱们就照这写的。厉害！ OK， 谢谢大家，才艺展现成就。好了没有？哎呀，我觉得吧，就是他虽然现在做喜剧了，但是我们跟他就是现在是一个组合嘛，就相当于是以最低的人数限制完成了他的一个男团梦。没错。但是你作为兄弟，我觉得你也可以帮我圆一下梦。其实我是多年我知道，他特别喜欢您。哇，对，下面多年的亲友了。哎呦喂，就很想在薛老师面前唱一次他的歌。希望薛副局长批准，绝对没问题，好吧？两位还会唱歌，我们第一次在节目上看到他们俩唱歌哦，我还很期待哦。厉害！好，太棒了！哎，你唱的好啊，谭老师，特别棒，感谢你们，感谢你们，谢谢，棒！哇！其实小时候所有的梦想都被标上了价格，这件事情，如果你反过来的说，应该说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长大以后呢，会用自己的勇气去给自己标一个估价。什么时候最怕穷？其实是你长大以后，对吧？对，小的时候我管他，我哪怕是睡马路，哪怕我明天随便打份工，我起来就是条好汉，对不对？可是当有一个节点，就会发现你长大了以后，你就没有任何理由的会开始有点害怕，就说，哎，我好像在追求这件梦想的时候，我的代价会不会很大？那我代价会不会换过来一些得失这个问题？当你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80%人就会放弃了。就我希望很多人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放弃它。你觉得你自己坚持的东西，你就还是再坚持一下，好不好？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对，任何一条路，只要你在上面努力去做，然后用心去做，你还是可以成功的。其实这些没有想过，真的会有一天到这种台子上跟老师们可以一起合唱，感觉还蛮神奇的。我觉得还是努力吧，就是你看，你通过喜剧的方式，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个舞台上面用另一种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很好的。当然了，我跟你说，咱们来录这个节目，我在下边当观众，看你们演的，在我心目中你们就是太阳。演的真的是发光发热，他们的总冠军，他们好棒。而且那个薛之谦说这个真的是我最近的人生座右铭。刚才我听那个杨迪说这些事儿就是这样，因为有些事情你做了之后也许会失败，但是你不做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什么会打雷声？不用就唱这个啊，这个叫作孽，也可以不做。加油！我们都是最棒的，是的啊。本次会议呢，所有的特工提案已经全部结束了。无论我们更欣赏谁呢，最终决定呢王牌特工人选的呢，就是要靠现场所有的观众自由选择了，好不好？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本季每位特工都带来了至少一个我发现，所有观众手中都有唯一的一票可以投给你认为提案对地球人最有意义、最有梗，就好像那个人。各位看好他们的号码。那么呢，各位观众朋友们，开始投票。大家看准啊，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啊，各位。好的，时间不早了，投票通道关闭。我觉得那个我们脱口秀这边的好多朋友们第一次来这样的节目，像我们漫才兄弟才刚刚出道，能今天演成这样是非常了不起的，咱们应该掌声鼓励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也第一次听他们现场唱歌，唱得好哈，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啊！你说他们歌唱的好听，意思是他们讲的。就是更棒，这是皇子人生路还长呢，没必要这么聊。哎，好嘞，行，那大副局长将为我们
公布今天得票最高的啊！你已经要站起来领奖了吗？干什么？你先领奖了。我去拿信封。我是那个牛马，去吧。我说这个内定这么明显吗？我自己讲，我每次往里塞的我。哎，好了，黄字牛马，黄牛。哎，老板要票不？老板要票不？黄牛送的票，看一下。来，我天哪！想不到！哇，想不到！我先宣布庞博淘汰了。好。没事儿，因为只有一个王牌特工。对，好的。王牌特工的得主呢，他是4个字。黄字红帆，安财兄弟。不，教主刘洋。没有，那都没有。黄字红帆，还是漫才兄弟呢？2个人起立，好不好？2个人起立。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刻。哇哦！请向对方说拜年话。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心想事成。新年快乐，红包拿来！心想事成，红包拿来！越来越好啊！好的，那么在一片祥和之中，我们来宣布，第1期的就是我们的4字的朋友，叫做漫才兄弟。谢谢大家！漫才兄弟不愧是冠军！好，恭喜你们！谢谢薛老师。这个盒子里面就代表我们火星最高荣誉的火星徽章。耶！哎，徽章给你，好吗？盒子给我。哎，盒子我们就一个，好吧？给我们省点成本，谢谢啊！感谢大家，然后局长们对我们都很照顾，非常荣幸吧，能得到这个荣誉。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所有的同学们，我宣布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1次会议圆满结束，下回见。这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气氛大王方面先生。我发现朋友的过度热情会让人尴尬，他企图在凌晨3点的上海，企图带着我走遍他家的每一个角落。哈哈，可算来了。我发现，我可能是重生文男主。哼，愚蠢的长辈竟然被我骗到了。他好像是说我们2个哈。哎，没有。啊！真的，地铁司机干了一辈子，第1次上班时间看着太阳了。他一说我就滑跪，我滑跪就哭啊！我就。请问一下，我们3位副局长谁最好笑，谁最烂？只有你们3个，没有我维哥，对吧？我现在就可以离开。教主刚才喝水了，因为他想骂你。刘伟老师觉得您最应该取代3位副局长哪一位？我这一季的工作也结束了。其实往往很多时候不是节目烂，是人烂。俞敏洪老师有罗永浩老师说那么烦人吗？于老师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其实蛮好奇的问题，就是你来这个节目一起多少钱？天哪，好敏感的话题，应该是你们的2倍，所以你是吗？王冕老师，你也是冠军，漫才兄弟也是冠军，你觉得2届冠军哪个更有含金量啊？哎，你在喜单不是第5名吗？你觉得去脱友你能第几名？去脱友应该能当导师。哥，对面节目搞我们。
电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本节目酷喵 TV 同步播出。加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火星情报局，参与话题互动 ，get 更多精彩内容。被你发现，天外来物，叛逆船长，在个雨天全副武装，出发火星，今晚就要来接你。feel 这个 feel 被发现倍儿爽，调好腰间对讲，舞台灯光透过背场，看清局长手中的锤，灵感爆发就会快乐被你发现，被他发现，迎面走来6位。喂，欧皇的运气是百发百中，嘿嘿嘿嘿嘿，教主和彩铃在左右开弓，送，发现烦恼就该佩戴送，冲，呼吸特工气氛被带动。问的兄弟，背后被发现各自的对峙点，出现索马里，带着小嘴鱼，发现一场新冒险。每个发现像是盲盒，保证气质磅礴，烦恼随着长扬起散发着光。在汤相遇也听往面谈语气，我发现大家熟悉的面孔回到火星去。我发现江湖上的新人辈出提案有金句。我发现长牌间的对决精彩与你相遇。我发现。手中握着锤子，阳地造梗随喜。哎呦 Mars， What's up？ It's season 7， don't stop， 生意要够啊！翻过了高山，也越过了沟壑，总会有收获。尴尬了搜我，漆黑的夜欢乐是一团篝火，要保持住幽默，把生活给兜了。我想要的快乐肯定都有我，如果你懂我，快抓紧就做。你想要的快乐，来或许搜索。火星归来，状态浪漫，特工集结，长牌大战 ，Everybody ready for the show。博弈论其实说的最简单一点，就是一个囚徒的现象。两个人如果一起关在这里面，你们的选择是什么？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大民主的一个化身。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付诸于行动，去做就好了。我也期待在调整以后再出发会更精彩，因为我觉得人生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来上台主要任务是脱舞台。我其实今天见到他，我有点矛盾。我已经花了300加，我已经花了。我怎么加入？我问的都是这种破坏别人感情的问题。反正黄子，你们把他的麦稍微音量调小一点就可以了。别跟我说谎。